要致富先撸树，但是现实里面空手撸树肯定是不行的。我们要先弄到一些锋利的东西，比如说碎石碎片，然后再找一点木棍，把它做成碎石小刀，然后再去草里面割一些植物纤维来代替线。这个时候再用木棍把它合成碎石的斧子，我们就可以真正的去撸树了。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从来不欺负村民的小包。今天我们要展示的模组是无数可撸模组。这个模组你们应该在别人的 Realcraft 里面看到过。为了让我的世界变得更加真实，它大大的增加了前期的难度，有点像冒险模式，获取方块必须使用正确的工具。这个模组也把这个设定做得更加符合现实了。像我们现实中直接用手撸木头是肯定撸不下来的，我们只能掰下来一些很细的小树枝什么的。像我的世界这么粗的树干肯定不行。那我们这个模组应该怎么玩呢？接下来就听我的模组介绍吧。我们可以在地面上拿石子，4个石子就可以做出一个原石。不过这个原石的话，前期可能只能用来当垫脚方块因为我们撸木头或者是撸泥土什么的都是撸不了的。然后木质的工具和石质的工具合成的配方也被删除掉了，所以这个石头最开始我们只能拿来当垫脚方块。不过这也是前期最容易获得的一种方块了。然后我们想要木头要经过一系列很长的流程，首先我们得做一把碎石小刀，这是我们度过前期必须要使用的装备。不过碎石小刀的话，我们要先找到沙粒。好，这边有沙粒，沙粒是少数我们可以用手来直接撸下来的方块。我们可以从这个沙粒中弄出一点碎石，这是我们前期最需要用的工具了。弄到了 OK， 那我们有了这个碎石之后，它是不能直接使用的。我们可以把挖下来的沙粒随便去找一块石头随便什么石头都行，安山岩或者这种石头都可以，右键一下，它就可以在这个石头上被敲碎，可能一下敲不碎，要多敲几下，它可以被敲成碎石碎片。这个碎片就可以做成我们小刀的顶了。但是我们要做碎石小刀的话，还需要一个木棍。这个木棍该怎么获得呢？这个就得靠我们原版的设定了。我们在这个模式里还可以撸的一个方块就是树叶，树叶是有几率会掉落木棍的。不过这好像是 1.14 之后的设定。哇，我这个运气有点背啊！弄完一整棵树，一个木棍都没有弄到。OK， 好，我们现在是弄到2个木棍了，那我们就可以做碎石小刀了。做一把碎石小刀。不过这个小刀的话也只是个开始，各种工具还要慢慢制作。我们要制作碎石的工具的话，要碎石碎片、木棍，然后还有线。但是前期的话，线我们不太容易获得，我们可以制作这个纤维绳。这个纤维绳需要3个植物纤维来合成，而植物纤维的话就需要用到我们的碎石小刀了。平时我们破坏这些花或者是树苗什么的，它是不会掉落东西的。但是如果我们用这个碎石小刀它就可以掉落出花瓣。使用碎石小刀还可以从草里面获取植物纤维。任何刚刚破坏下来的这些花都可以在合成表里面合成植物纤维，然后我们有3个植物纤维之后就可以合成纤维绳了。这个木棍加上纤维绳再加上碎石小刀就可以做出我们的第一个工具碎石斧子。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真正的去砍树了。碎石的工具有碎石斧子、碎石镐子、碎石锄头，还有碎石铲子、碎石狼牙棒、碎石小刀，但是它们的耐久不是很高不过至少我们有了这些工具之后，就可以比较顺利的度过前期了。不过我们砍出来的这些原木是没有办法直接分解成木板的毕竟徒手拆木头也不太科学，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斧子和这个木板放在一起，它就可以把木头拆成木板，然后这个木板也是不能直接合成木棍的。不过我们也不能一直在树叶里面找木棍是吧？这样子多浪费时间啊！这个时候我们的木斧子再加上这个木头，把这个木头放在斧子的2边，我们就可以把它敲成木棍了。不过这个碎石斧子的产率不是很高，正常情况下的话，一个木头分解一般是获得4个木板，但它只有2个，会损耗一些材料，所以我们最好早点获得物品的升级。比如说这个铁锯子，这个铁锯子是通过木棍还有铁锭来获得的。我们可以做出铁质工具，然后去挖铁锭，然后获得这个木锯子。用这个锯子来锯原木的话，掉出来的木板就没有损耗了。掉出来的木棍也跟我们以前版本获得的木棍是一样的。等度过了前期之后，我们主要就是用这个锯子，不再用这个碎石斧子了。这个锯子也是可以正常砍树的。然后这个模组的最终工具就是这个鹤嘴锄了。它是集合了铲子、锄头和斧头的工具为一体的，可以进行3种挖掘方式。不过我感觉要是能把锄头的功能替换成镐子的功能就好了。对了，还有这个斧子是没有办法获得植物纤维的，连破坏了花之后都会把花直接打掉，
所以我们平时的话还要备上一把小刀。小刀也有更高级的工具，可以做成铁质的、精致的、钻石的都是有的。然后我们还要备上镐子。哦，对了，这个模组里面只有木质和石质工具是制作不了的，这个铁镐、钻石镐什么的还是可以做的。最后这个模组还有一套陶瓷系统，这个陶瓷系统就比较简单了，就是一个粘土块，然后我们可以用专用的粘土工具把它削成各种形状的工具，然后把它获取之后放到这个熔炉里面烧，就可以烧成对应的工具了。比如说这个大罐子，这个大罐子的话有点像一个钱引盒，我们把它敲掉，然后再放下来，它里面的东西会保持不变的。然后如果我们再削一点的话，就可以把它削成一个小罐子。这个小罐子烧出来之后是一个物品，就像我手上这个物品，打开之后是一个可以随身携带的背包，还可以削成这种只能装水的陶桶什么的。这套陶瓷系统的话就没有最开始那套系统有趣了，不过还是挺不错的。那么我们本期视频就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别忘了点赞、收藏、评论、关注。那么我是小包，我们下期再见，拜拜。